多肉浇水的问题很重要，这个花花一直在强调。虽然之前做过浇水的内容，但是我发现最近的留言区，肉友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于浇水不当引起的，所以今天系统梳理一下，特别是新手肉友，学会了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，也会让你提升养肉的信心。其实家庭养多肉植物，养死了的95%的原因都不是缺水干死的，而是浇水浇多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给多肉浇水这么困难呢？比起我们普通养的其他绿植，多肉植物的浇水又有哪些不一样呢？其实这与多肉的基因有关。因为一般的植物来到了夏季，正是它生长旺盛、蓄水量最大的季节。夏季炎热，阳光又足，它的水分蒸腾极快，因此它蓄水量就大，这个谁都知道。但是多肉植物却跟我们这些普通的植物完全不一样。到了夏季气温升高以后，大部分的多肉植物就开始不需要水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多肉植物的叶片来到了夏季，它的气孔会关闭，太炎热的时候它会关闭，关闭之后它几乎就不怎么蒸腾水分了，它也不需要水分了。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多肉植物的一个休眠期或者半休眠期。来到了这个休眠期之后，它既不怎么蒸腾水分，也不怎么需要水分。但是很多新手花友养多肉他不知道，还以为多肉植物跟我们平常养的一些花一样啊，心里会想，天这么热，水分肯定干得快，赶紧给它浇水。往往这个时候水就浇多了，它本身也不吸水，然后水就闷在花盆里面，气温又高，湿度又大，一下就给多肉闷死了。所以养多肉一定要学会浇水，尤其是夏季的浇水技巧。那我们如何在夏季正确的给多肉植物浇水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今天花花就说说多肉浇水，特别是夏季浇水的一些心得。在整个夏季，我们一定要学会严格的给多肉植物控水。所谓控水，就是严格控制浇水。控制浇水不代表不浇，浇还是要浇，具体浇多少，什么时候浇，下面就分享一些技巧。一、干透再浇水。我们要给多肉植物浇水之前，一定要严格遵循一个干透的原则。什么叫干透？你把你的手摸到花盆里面去按住，用点力气按住土壤10秒钟，感觉土壤表面非常的干燥。不仅如此，而且土壤底部还没有潮气传上来，这个才能代表它彻底干透。或者用一根筷子或者竹签子插入到花盆底部，插入部分没有沾着泥土，很干燥，证明是干透了。很多花友看到这个盆土表面干了，就以为它干透了，其实这是一个误区。那么既然干透了，是不是马上浇水呢？其实不是的，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二、浇水时机。夏季给多肉植物浇水，应选相对来说气温低一点，或者气温会下降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就是你给它浇水的最好时机。比如连续阴天的时候，当然如果你是有遮雨棚的，下雨天浇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切记不能够在正午浇，不能够在早上浇，否则肯定会化水没得救。另外，没有阴雨天的时候，要选择晚上6点钟之后的傍晚，给它浇水是最合适的。因为到达了晚上6点钟之后，除了气温会下降之外，多肉的气孔会逐渐打开，开始蒸腾水分，吸收水分，这个时候给它浇水立马会被它吸收，不会产生积水，所以说这个时间浇水是最好的。三、浇水的量。还有浇水的量，一定不要浇太多，看到盆底有水出来了，就可以停止了。不要像其他季节一样，浇水到底不流出来很多水。这样通风好的还好一点，如果通风不好，那么可能水会有点多。刚刚流出来一点，可能土壤并不是全部都湿润了，这个没关系。一个原因水分会慢慢渗透，另一个原因留一部分通气也是很好的。四、浇水浇叶心。很多浇水的知识里面都说到一点，浇水不能浇叶心，否则叶心有水，多肉就容易死掉。其实这个理论不能说完全对，多肉植物长在大自然当中，那下雨的时候怎么办？下雨难道淋不到叶心吗？也没听说大自然的多肉都死光了。其实这个浇水的技巧要辩证的看，如果你浇水浇了叶心，然后也没有及时
把叶心的水分吹走，那么太阳晒过后是容易引起化水、黑腐等问题。但是如果你及时吹走了叶心的水分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反而叶心浇水的一个好处是，叶心下面的根系比较多，这个地方浇水能充分保证根系能吸收到水分。5. 环境要通风。养护多肉环境一定要通风，如果养在不通风的环境下，无论怎么浇水，都大概率会出现问题。所以通风是第一个前提。第二个前提，浇水的时间不能在正午，正午有阳光，如果叶片上有水分，阳光折射到水珠上，会形成一个聚光点，会灼烧叶片。另外正午阳光很足，再加上浇水，那么化水必备的高温高湿的环境就创造了出来。我敢保证，如果你在夏天的中午浇水，一定是浇几盆死几盆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夏天的早上也不适合浇水，因为通常一上午的时间，水分是没办法吸收完，也没办法干透的。花花有几次浇水特意选在早上，还是很凉爽的时候，但浇上水之后就全部都化水归西了，非常可惜。你在夏季浇水遇到过什么惨痛的事情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多肉夏季浇水，你还有什么小技巧？欢迎分享出来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关注，并帮助花花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